梯田景觀的設計。那這顆大球呢，其實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空間，有一種美式復古的感覺。門店也是超大的，看上去呢都是相当的時尚潮流。大家好，我現在在徐匯濱江板塊。4月30日，一個全新的商業地標西岸中環2期在這邊正式對外開業了。說起它的投資開發商，在上海灘也是響當當的名字——香港置地集團。熟悉上海的朋友可能還記得，南京路上曾經有一個置地廣場，如今已經歇業。但香港置地並沒有離開上海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徐匯濱江，在這裡打造了一個體量高達17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市綜合體，商業氛圍相當值得期待。今天大家就跟着我的鏡頭，咱們一起來逛一逛吧。旁邊就是地鐵站大木橋路站，4號、12號線都能到達。雖說西岸中環整體體量高達170萬平方米，但這次開業的2期商業零售部分是3萬平方米。雖說是小而美的街區，但它坐擁的地段那是相當的優越。往前走一步呢，就是徐匯濱江1.4公里的黃金水岸線，生態環境無可挑剔。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，他們叫西岸中環大道。那麼沿着這條大道的兩旁的商戶啊，放眼望去，基本上都已經開業了，而且呢，入駐的大多是知名品牌。看我右手邊啊，這家 Lululemon 的門店，面積也是超級大的。來看一下啊，大概是一些什麼樣的品牌啊？我前面呢是一家安德瑪做運動鞋的。看來1樓運動品牌比較多啊，這家裝修的很有科技未來感的呢，賣阿迪達斯鞋子的。我們接着往前逛啊，大就是整體的那個路寬也挺寬的。這裡呢有一家 UGG 專門賣雪地靴的門店，也是超大的，裝修的也很漂亮。這家好像是一家美國的品牌，也是做戶外鞋子為主的。不過看得出來，2樓似乎還沒有完全入駐商戶，現場呢還會聽到建築施工的聲音啊。那我現在呢就走到了這個商業的比較中心的地帶了。我刚剛呢是從前面這個地方走過來的，那我發現呢，它1樓的商業呢基本上也都入駐了，但是站在這一邊看呢，似乎2樓的商戶啊並沒有太多入駐啊，它可能呢是先把商場開出來，然後後續的招商情況呢再去慢慢的給它完善好。然後看得出來啊，這邊的房子真的好新啊。前面呢還有正在建造當中的，這個應該也是屬於西岸中環的一部分商業了。那我們走到前面的這棟樓啊，這棟樓上面呢寫着西岸中環，我們走進去看一下，裡面呢也會有一些商業。我現在走到了西岸中環2期的 B 區，一棟室內商業樓。這個室內的商場的部分啊，面積似乎並不是很大。哇，不過整體的裝修內飾啊，還是相當漂亮的。前面呢是它的中庭的部分，我們再往上看啊，它樓層最高大概也就4樓的樣子，4、5樓。屋頂呢是一個幾何形狀的。1樓的話，好像就我左手邊的這家星巴克，哎，這家星巴克裝修的特別漂亮啊，有一種美式復古的感覺，裡面還有不少顧客。我現在就走到了這個室內商業的2樓，那我大概看了一眼，這邊的商戶其實入駐的並不算太多。而且這個整體的商業呢，它主打的是一個設計師品牌，小众買手店為主，所以有些品牌呢，乍一看還不太熟悉啊，這個品牌名字，但是呢，它會有自己的一個設計感和一個格調在的。
那我現在呢，又從這個室內的商場走了出來啊。這個前面的這一塊大的中庭呢，我相信在一些節假日，它可能會舉辦一些活動啊。我發現前面呢，它有一個像舞台一樣的裝置啊，這個燈光一打呢，晚上應該是非常漂亮的。整個商業最出彩的地方呢，莫過於它這一個下沉式的廣場了。整體的景觀佈置，還有這種街區的設計，包括入駐的商業，看上去呢都是相當的時尚潮流。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大概有些什麼樣的商戶啊。今天呢是5月6日，勞動假期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，但是我發現這裡的人還不少啊，即便現在已經是下午的3點40分了。這家是吃西式簡餐的，前面這家應該是吃西班牙菜的。現在的餐廳整體的門頭設計啊，跟以往的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對過呢還有好多家店，我們過去看一下。順便說一下，現在這一帶的西岸中環裡面是寵物友好的，大家可以盡情的帶着自己的喜愛的小貓小狗來逛街啊。前面有一家 W 咖啡，這家呢我在茂名北路上也看到過有門店啊。前面一家裝修的特別漂亮的是一個中式自然料理嚴雪，可能是吃貴州菜的一些創新菜。此刻這個下沉廣場真的還挺熱鬧的，它後面還有一整塊大屏幕啊。整個商場最別致的一塊設計之一呢，就是我正前方的這一塊，他們叫梯田景觀的設計，綠植、小溪，還有這種煙霧繞料的感覺啊。這個設計呢，可以說讓在這邊逛商場的人心裡有一種城市山野的感覺，這種感覺還是相當不錯的。整個商場最吸睛的部分呢，當時我正前方的這一顆大球了。那這顆大球呢，其實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空間，裡面呢可以開店，也可以開展。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啊，目前它是在做什麼用途？它現在是一個東華加 Coach 的一個循環時尚設計作品展，咱們進去看一下。所以來這邊逛其實還是蠻有意思的，現場還能看一下展啊。哇，這是一個恐龍嗎？正前方呢是2個模特，模特身上呢穿着用 Coach 的各種材料搭制作成的服飾啊。整個大球呢，它其實也是木頭跟玻璃的這樣一個設計啊，完全就是一個圓形的。好啦，今天我們逛西岸中環2期呢，就逛到這裡啦。感謝您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訂閱我的頻道。那我們就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